要干嘛？我现在要给一只龙鱼做美容手术。给猫狗上门喂食、选美，甚至做 SPA， 建厂派过不少针对宠物的消费服务。好好跑啊！但听说给鱼整容时，我还是很吃惊，为什么会对一条鱼的外貌斤斤计较？这种水族宠物叫做龙鱼，产自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丛林水域。据说亚洲富商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被认为像中国传统中的龙，能为生意带来好运。和龙沾上关系的鱼必然不便宜，一条龙鱼能有3000到2万不等的身价，精品龙鱼甚至能卖出20-30万。外表是决定价格的第一要素，因此爱好者和鱼商为鱼做起了整容手术。这个手术究竟是什么样？人们对龙鱼到底有多痴迷？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张国刚是国内资深的龙鱼爱好者和鱼商，那这个要更红一点。他会为我解答一部分疑惑。听说您还有一个称号叫手术狂人。对对对，其实就是美容手术，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整容一样。龙鱼的话呢，比如说修一个尾巴，修一个胡须，拔鳞片，实际操作最难的是眼睛。现在的话呢，我要把这只鱼捞出来，给它做一个吊眼的手术。它的左侧的眼睛的话呢，下视已经达到了5度。我很难看出来这个细微的5度，但这只鱼会被全身麻醉送上手术台。弧度很漂亮，所以这算是您选中的一条漂亮的，才给它做手术。对，你看它的上眼部的脂肪啊，紧到平着减。那它为什么会堆积这个？还是长胖了吗？吃的食物啊，比如说一些高蛋白的啊，然后再加上它本身很自然的鱼的眼睛就会往下看。但就美观来说，我还是希望它往平视最好。对，没想到还有更让我胆战心惊的步骤。要往深的脂肪去取，避开它的那2根肌肉神经。您做这种吊眼手术也遭遇过失败？肯定啊，没有恢复啊，还可能会掉得更厉害。就是它作为龙鱼的价值就没有，第一没有观赏价值的，加上没有市场价值。所谓漂亮的眼睛，如果说我们去打比赛不扣分的眼睛，你看跟眼眶是平的，不能往里凹，也不能往外凸。好，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缸里面。龙鱼竟然还有比赛，据说这条有资格做美容手术的鱼就是一位种子选手。我认为这个鱼其实是自然而然的就被划分成了369队，去到比赛现场去展示龙鱼的美。所以这样的鱼一般能价格达到，在比赛现场卖出去一只鱼接近100万了，99万。什么样的比赛能让昂贵的龙鱼更贵？什么样的鱼才是顶级龙鱼呢？我现在来到了广州的国际会展中心，在这里呢，一场龙鱼比赛即将开始。参赛选手是大小色彩各异的龙鱼，而裁判则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就金头、货背跟红龙3组，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各一方面啊。大家走向了赛场，你要不要来试一试？裁判长邱兴顺让我也为这些鱼打分。现在正式比赛已经开始了，所有的观众啊、鱼主人都被隔离在了这个场外。但怎么说，我觉得看起来特别像是裁判们在做考卷。这份评分表里一共有13项关于鱼的外貌评判，泳姿、身形、胸鳍、颜色、胡须等等。面对这些长得都差不多的鱼，我很难做出打分。但是龙鱼裁判们看起来进度很快。这条鱼是美，它在这个组我就不敢说。整个比赛的过程呢，就是大家所以看到的这样，再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互动，就一切的每一场评判都是交给人类来决定。欢迎我们的这个Aquarium的工作人员把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送上来。季军龙舍渔场，亚军巴雷特渔场，冠军布罗克尼亚渔场，掌声鼓励。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来现场提问。请问大鱼组的第1名，这到底是怎样的评判标准？他被评为冠军？就是讲到就是贵气嘛，霸气嘛，油脂要高贵。这条鱼的气场，那是小鱼无法跟它比拟的。你看那个全场总冠军的体型非常均衡，
最主要就是未来龙鱼的方向都是雄壮的、晶莹的。所以现在这一条就是整个场馆70缸龙鱼里面的龙鱼之王。龙鱼外貌的评判标准充满着人类视角的定义。这样一种野生鱼类究竟是怎么样流行起来的呢？从70年代就开始养龙鱼的邱兴顺告诉我一个故事。因为马来西亚80年代的时候也经济不景气，有推行赛马会，是赌博的性质的。当时候一个人他家里养的龙鱼，龙鱼的筛盖会出了数字，他就买回去看了，哇，中了彩票了。所以龙鱼就代表了一种幸运。对了，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风水啊。不论我们华人移到哪一个国家，心目中龙是吉祥之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龙鱼的话已经被炒作了很高的价钱，这样当时候也不能繁殖，只能够在野生里面捕捞。野生龙鱼数量骤减。1980年，华盛顿公约把龙鱼列入了濒危动物名单。东南亚开始发展龙鱼养殖业，选美比赛就源于渔场之间的竞争展示。面对这样火红的养殖场、赛场和市场，美国作家 Emily Voigt 写了一本关于龙鱼的非虚构作品。从他局外人和西方的视角，能看到一些什么？ Hi, Emily.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When I started researching, the pet trade has led to its being virtually depleted from the wild. But you said there are farms for them, so they produce this fish, right? That's right. And so sometimes people think, well, we're preserving it because we have the farmed fish. We'll never really lose the species. But, according to conservationists, a captive fish is the same as a dead fish. So I described the Asian arowana as a mass-produced endangered species.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料显示，印尼婆罗洲的热带雨林破坏严重，再加上过度捕捞，红龙鱼在西加里曼丹几乎灭绝。I think that some of these ideas about the fish being lucky have not really been good for the fish itself.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江苏的南京嘛，小的时候嘛，在一些河沟子啊，我们就光着脚丫子去逮鱼，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跟水、跟鱼打交道。看中的那一只鱼啊，觉得没有太复杂的心理状态，就是非常简单，我得拥有它。Why does someone put a fish in a tank? It's just this human impulse to modify nature. I personally believe that the desire to possess the fish is really a desire to hold on to a piece of the wild. 人类对其他物种的痴迷，有时候会为它们带来灾难。在龙鱼的故事里，我们大规模繁殖了一种濒危动物，把最初的那片热带雨林抛在脑后。也许欲望的深处是对自然的向往，但我们和水缸里的龙鱼一样，离自然很远。关注现场，一起发掘中国故事。